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的主题是属马人注意，11月7日立冬起，你会连遇3件喜事，挡都挡不住。属马的人在2025年11月7日立冬之后，终于要迎来真正的好运转折。过去一整年，属马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憋屈的感觉，计划老是被拖延，好像付出再多也得不到立刻的回报。有时候明明努力到极致，却被一些小问题牵绊，心里的不甘、无奈、焦虑全都交织在一起。其实这些并不是你命中注定要受挫，而是因为2025年蛇年火气旺盛，而属马五行属火，火遇火为烈，太过之火反而稍旺气场，使运势波动不定。尤其是下半年，火气旺到极点，容易让属马人冲动、劳累、心烦意乱。不过立冬一到，五行气场转换，火气退，金气生，天地之气从燥转润，属马人运势由浮转稳。这股气势的转换，就像冬天来临前的一场甘霖，压得太久的火气终于有了出口，而好运的水流也开始慢慢灌入你的命格。从立冬起，属马人将迎来3件喜事，这3件喜事环环相扣，像连锁反应一样，带来事业、财运、人缘的全面上升。命理上称之为火退金生，木得其助，意为火气调和，贵人临门。属马人的时运即将全面反转。第一件喜事来自事业的启示。属马的人天性热情、果敢、有冲劲，但也容易因为过于直率和急躁而吃亏。今年上半年，你可能多次遇到那种力不从心的状态，计划到位，却被人抢了功劳，或者好不容易准备好了，事情却临时被改方向。其实那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时机未到。立冬后，这种阻力消散，新的能量场打开，命中天德贵人与将星同现，意味着你的运气开始走上坡路，有贵人提携，有权力加持。对于在职场中的属马人来说，立冬后到12月中旬是一段事业飞跃期，你的努力终于被看到，你的能力开始被认可。很多属马人会在这个阶段遇到真正懂你、赏识你的人，可能是上司、前辈，也可能是客户或合作伙伴。这个贵人不是临时的，而是能实质帮你打开格局的人。尤其是1978年、1990年、2002年出生的属马人，命中贵人星最强，容易被提拔、升职、带团队、接项目，甚至一些之前停滞不前的事业，也会在贵人的帮助下迎来复苏。创业的属马人也会明显感到气场变化，以前合作不顺、资金卡顿的情况会好转，新的合作意向频频出现，连自己都觉得事情突然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气顺则是成。立冬之气润而不燥，属马之火得水而生，命格能量开始良性流动，连思维都比之前更清晰，行动更果断。只要你稳中求进，不急不躁，年底前定能看到成果。第二件喜事来自财运的连开。立冬易过，金旺财动，属马人的财库开始松动。今年前几个月，很多属马人有钱来得慢，去得快的感受，特别是偏财运不稳，容易有投资失误、计划落空的情况。但立冬之后，五行格局改变，火气不再冲克财星，反而开始生土，而土为财库之本，意味着财气能量重新积聚。命理中说火生土而土藏金，属马人进入11月中旬后，财星随贵人星同动，正财、偏财都有旺势。对于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财运的表现多在绩效、奖金、升迁或年底奖励上，尤其是那些在职场中坚持不懈、
默默努力的属马人，之前的辛苦终于迎来兑现。你会发现，那些原本看似无回报的付出，突然都转化成了实际利益。而对于从商的属马人来说，这波财运更为明显，客户订单增多，合作洽谈顺利，甚至有新伙伴愿意投资扩展。偏财方面也有可喜的变化，一些属马人会意外获得投资收益、兼职收入，或者老客户回头带来利润。不过，属马的财运虽旺，却要懂得聚财与稳财。火旺之人容易情绪化，而财运旺时的冲动投资反而容易伤财。命理讲财旺需静守，也就是说，当财来之时，不可贪多求快，而要学会筛选与节制。比如，有项目看似利润丰厚，但若涉及风险较大，最好观望几天。又比如，有的合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不妨暂缓，以稳为主。你守得住财，年底财库自然盈满。第三件喜事来自感情与人缘的升温。属马人立冬之后的气场变得柔和而充满吸引力，以往那种火气太重、说话太直的冲劲被调和了，整个人的磁场变得更容易让人靠近。对于单身的属马人来说，这是一个桃花运极旺的阶段，命中红鸾星动，代表缘分显现，往往是意想不到的邂逅。比如朋友介绍、聚会、社交场合中突然遇到让你心动的人，而且这段桃花属于真缘型，对方不仅能让你心动，还能在精神层面上与你契合，是那种能彼此成长、携手共进的伴侣。对于已有伴侣的属马人来说，这段时间感情中的误会会消散，关系更加稳固，火气退而金生，让你更愿意倾听，也更能换位思考。情侣之间的沟通更顺畅，婚姻中的冷战、分歧也能迎来化解。很多属马人会在年底前迎来关系的新阶段，比如定下婚期、搬家同居，共同计划未来。而对于家庭来说，这也是一个家运兴旺的阶段，长辈身体转好，孩子进步，家宅气场变得温暖和谐。更值得一提的是，属马人立冬后的贵人运会延伸到人脉领域，你会发现身边的人对你更友好，合作变得更顺利，有的朋友甚至主动来帮你牵线搭桥。这种贵人化缘分的格局，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收获人脉红利。命理中有贵人星动，则众缘聚之说，这正是你此刻的状态。事业的贵人、财运的贵人、情感的贵人，彼此串联，形成好运的能量场。从五行角度看，属马五行属火，立冬之后金气当旺，火气减弱，五行从燥转润，这种气场上的平衡让属马人从内到外都迎来调整，心态稳了，决策更准，身体的疲惫感也会逐渐消散。特别是那些长期劳累、心神不宁的属马人，会在立冬后明显感觉到精神焕发，睡眠变好，健康运的回升，也意味着整个气运的流通更加顺畅。从整体命势上看，属马人在立冬后的三喜并非孤立发生，而是连锁反应。事业顺带财，财旺聚人气，人气又助事业，这是一种循环上升的运势格局，也说明属马人要好好运用这段时机。尤其是立冬到冬至这40天，是运势积聚的关键阶段，你越积极行动，好运越快释放。无论是求职、谈合作、做投资，还是推进感情，都适合主动出击，不可拖延。不过，火生之人最大的忌讳就是急功近利。当好运降临时，属马人要学会放慢节奏。命理讲静能生智，稳能生财，在贵人扶持、喜事连连的阶段，更要懂得保持谦和。好运不是一时的爆发，而是持续的积累。属马人如果能在喜事中保持定力，年底到来时，不仅能收获成果，更能为2026年打下坚实的好运基础。综上来看，从11月7日立冬开始，属马人将迎来3连喜，事业贵人提携，财运全面上扬，感情人缘和合，这3股能量相互滋养，形成好运连环的格局。过去的困顿、波折、焦虑都将一一化解，取而代之的是稳定、
丰盛与欣喜。属马人天性热烈，只要学会在冬天里沉稳一点，运势就会更长久、更扎实。年底前，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原来那些等待、忍耐和不服输的坚持，都是为了这一刻的爆发。立冬之后，风水轮流转，属马人终于要走进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运挡都挡不住。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每一期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那些个人命运和神秘信息。愿你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